最近看一个段子，还想再来用这个 OPPO 4.6。之前反重力一直不是特别稳定嘛，我现在就自己注册了一个 Pro 的账户 ，Cloud 纯血的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体验和感受，以及注册的一个流程。如何去对接我们这个龙虾啊？今天会跟大家这样的去分享。我是有一个老账号。这个老账号一直非常稳定，也没有封号啊，大概用了2-3年了。我之前注册的一个，就拿 Google 账号去绑定的一个，用到现在才去充值这个 Pro 的话，你按年充的话，它是一年是200刀，然后每个月17刀的样子。如果你按月的话，就是每个月20刀。然后它里面送额度是非常有限，5小时一刷新基本上就是 OPPO 4.6你是可以用的，确实好用啊，你用上了你就不会想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了。包括我们最近一直在用的 GPT 的 5.4 也没有它那么好用，因为 5.4 用的人太多了，而且有那种命中缓存降智商的这种程度非常严重。之前刚出来的时候用的时候还挺好用的，反正最近用起来有点不顺手，可能是我的这个用法不一样啊，要么就是我的小龙虾配置有问题等等，反正就是没那么好用了。那我现在为什么选择20刀一个月呢？是因为 Cloud 这边的风控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，而且莫名其妙的封号之类的，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个人感觉有可能是拼车也好，还是监测到一些 IP 变动异常等等这方面，它都在风控的考量的这个范围内，以及你这个账号的一个健康度，就包括你是不是有养号啊，或者刚注册的新号等等这些情况，都在它的风控考量范围之内。那我建议大家呢，找一个 Cloud 的老账号，你去充 Pro， 我们先试一试。然后网络环境的话，我这边没什么挑的，只要是美国的 IP 就可以去直接这样的去使用。我是用的 Bybit 虚拟信用卡，也就是消费虚拟币的，是可以成功消费的。我是找美国身份生成相关的那些网站去生成了一些地址信息啊，这些我觉得可能不是比较重要吧，但是建议大家就是稍微填的规范一点，判断因素不在于此，但是我是这么做的。Bybit 的话，我也是这个信用卡一直在用的，也是一个老信用卡了啊，一直在支付一些海外账户的订阅啊这些啊。然后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去选择你的一个套餐，填 Bybit 的一些信息，最后就完成支付了。这篇文章呢，其实就是 OPPO 4.6帮我去写的。我拿 Cloud OPPO 就不是在那个 Cloud Coder 里头去使用的，我是接到龙虾这边来的，就是 OpenCloud 啊，然后最近比较火的。我是拿 Sub2 API 去做一个反向代理，就是用 OpenAI 兼容模式来跑的，整体下来确实很强。还是那句话，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用过嘛，就惦记着这一口然后用上了以后呢，确实很强，但是不经用啊。基本上我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，我用了跟他说了大概3-5个问题吧，让他帮我把这篇文章写出来。OK， 这是一个问题。其次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让他帮我把配图配上，可能也会根据我的那个技能，包括我那个 SOP 的规范也有关系，因为它要结合我相关的一些文件，然后做一些上下文的理解，然后才能写出符合我要求的文章结构，并不是他随便写。那整体大概3个问题以后呢，他就刷新了，要等5个小时的样子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后台，这个呢就是 Subus 的后台啊，现在就是429的一个状态，然后这边呢就红了100%了。起初我以为中转服务做了一个安全限制，其实呢真正的 Cloud 那边就已经把我给限制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 Cloud 这边呢确实是一遍过啊，就没有什么太啰嗦的，跟你反复对需求的，它就是你给足了需求，然后甚至你没给到的，它都能帮你补全，
就这么强啊。然后你现在就跟他说你好，他这边呢就提示了，你只能到8点以后啊才能去接着去使用。那你是有2个选择的，一个是额外为 token 付费，另外一个就升级到$100的那个 Max 用户，然后以及200刀的那个 Max 用户。什么区别呢？ Max 用户分2档，一档是100刀的，一档是200刀的。100刀的呢是乘5的，就是 Pro 乘5，什么概念？就是我刚才用了3次，你乘一下5，大概是多少次？3、5、1、15，你5个小时内可以跟它对接15次。我这边 Pro 的话，消耗大概是5刀左右啊 ，Token 呢是1M 多一点，就是100万 Token 啊，这样的一个消耗量。乘20的话，它就是5个小时，你有2亿的 Token 使用量。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升级啊，因为你保不齐我现在成功了，我可能用一段时间，人家监测到了就把我的账号给封了，这等等这方面都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啊，不要太冒风险，我们就解馋就行了啊。我们可能还会用其他的方式去找这个 OPPOS 4.6， 比方说 AWS 啊，还有我们反重力看看免费额度的账号，非 Pro 账号的反重力，它一般好像不太会封啊。就是之前我不是有很多 Pro 的账号被封了吗？但是我普通的账号呢都还在用啊，都用的我感觉次数都比我买这个 Pro 啊这个次数要给的多，即使它那边是免费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真的想用纯血的这个 Cloud， 它这个模型是分档位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 OPPOS 呢是最高档位的。然后当然它早期的 OPPOS 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它这个价格呢也会非常昂贵。然后 OPPOS 是它的旗舰款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中档啊，这个是它的低档，低档呢就比较亲民了，所以看看我回头也会去试一下啊，这个低档我能问几个问题，然后低档的水平怎么样啊，我也会去了解一下。接入以后啊，基本上就这5个模型是可以让你去使用的。我一开始就直接上了3这样的 Cloud OPPOS 4.6 啊，你也可以去选这个低档的，然后中档的你可以自己去选。它一般新模型的话，它都不会带这种时间啊，老模型它会封装一个时间节点啊，2025年的9月份的这个版本，11月1号的这个版本。然后最低端的这个模型呢，它可能就是10月1号的一个版本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可以去试试。好了，总结一下呢，那我今天是用老的 Cloud 账号来去订阅 Pro 的这个套餐，也没有什么讲究什么住宅 IP 啊、加宽 IP 啊这种情况啊。然后我用的是 Bybit Pro 呢，那我们主要还是试水。然后我并且跑通了 Sub to API 到 OpenClaw， 然后到使用的一个状态。看我满供呢，就让它做一个这样的操作啊。你看我这边呢切过来以后，其实我应该把绘画重置一下，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更省一点 token 吧啊。然后它这边切过来以后，我就让它做了这一篇文章，然后它就给我直接一步就搞定了。有一些大部分的模型呢，基本上都要来来回回跟你讲个2、3回，然后有的时候不是丢这个就是丢那个，这就是 OPPOS 厉害的地方啊。然后给他了一个缩略图，我又给他了一个那个让他把这张图按到合适的位置插入，人家就是能插到合适的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当插到这个的时候呢，就503了，就表明基本上就这几次。然后我就开始换模型了，我就换到了 GPT 5.4， 然后让它帮我把这张图给正确的配置好。那你们看到的这篇文章呢，就是 AI 生成的，我觉得生成的还是可以的，还是比较细的啊，就是有些我没触及到的点，它都能帮我补全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欢迎订阅频道，3连视频，积极评论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